重凤行原作是在完结的时候，这个重凤行大人奈阿公主根本没有记忆丢失，也没有给男主背后捅刀，反而是奈阿公主重新获取了力量以后，第一时间跑来帮打不过真田幸村的男主拖延时间，让男主和乌鸦他们这些捕快尽快带冀州的百姓去避难。眼见奈阿公主一个大招差点就劈死真田幸村的时候，就听咔嚓一声，真田幸村的主人长世之从突然杀到，并且长世之从不由分说就要将奈阿公主带去大阪。奈阿公主自知打不过大虫子，为了避免百姓被长世之从所杀，奈阿公主只能服从于长世之从去了大阪。男主和无涯最终也没能打败幸村，眼睁睁的看着奈阿公主被带走了。后来主角团回到了江户以后，大将军及其幕僚决定从长计议，先调查长世之从的信息，以后再想办法夺回奈阿公主。而因为奈阿公主回到了长世之从的身边，导致长世之从的力量得到了恢复，世界上出现了那些大虫子也得到了新的力量，逐渐变成了虫人，变得更加难以对付。为了调查信息以及对付新的虫子，江户组建了新的调查组，把男主安排跟其他部门的捕快一起去了北方对抗新出现的虫人。为此男主还结交了新的战友，而与此同时，从首的军师老师趁着男主休息的时候接近了男主，并透露了男主长世之从和奈阿公主等人的真相。原来长世之从是在1000年前由人类的愿望诞生出来的虫神，但因为人类为了一己私欲不断的扩大使用神的力量，造成了混乱，最终使得一个叫秦和胜的人使用了另外一种神秘力量斩杀封印了虫神。然后到男主这个时间线的100年前，丰臣秀吉死后，他的儿子丰臣秀赖管理不善，遭到了背叛，全家被杀。而丰臣秀吉的孙女奈阿公主生前因为十分善良，误打误撞救助了长世之从，使他获得了自由。所以当奈阿公主被官兵们追杀之时，长世之从利用神力复活了奈阿公主，并且长世之从给予了奈阿公主自己的一部分力量，同时还复活了5个丰臣家的大将，变成了从人，希望他们辅佐奈阿公主，帮奈阿公主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因为长世之从力量使用过度，长世之从不得已进入了茧中，闭关恢复力量，而奈阿公主则获得了神力，活了100年。后来奈阿公主跟幕府的人接触，并成为了从凤行所的领导，帮人类对抗这些长世之从下意识造出来会吃人的虫子。结果在现在这个时间线的8年前，秦和胜的子嗣所建立的村庄突然遭到了巨量的虫子的袭击，村子里面的人几乎都被杀死了，只有男主的同事兼前辈的无涯，以及无涯的哥哥，无涯哥哥的 CP 真白，无涯的 CP 蜜月，还有其他同村的小伙伴活了下来。原本无涯他们还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妹妹，但是这个妹妹在掩护其他人逃跑的时候被虫子吃掉了，这些小伙伴们悲痛欲绝。好在无涯他们的老师是一个研究村子里历史的学者，在老师的提议带领之下，活下来的这帮小伙伴们得到了村子里面隐藏的宝物秦和胜之血，喝了血的这群人得到了超人的力量，在老师的带领之下，他们锻炼力量，组建了从首组织，试图为村子报仇，但他们正面是打不过长世之从的，所以在老师提议之下，让无涯他们以杀掉奈阿公主为目标，试图削弱长世之从的神力，最终好去报仇。但此时不知为何，无涯背叛了从首，反而加入了奈阿公主队伍，成了捕快，所以其他的小伙伴们对无涯很是气愤。而另一方面，此时的老师告诉了男主，男主的母亲以前也是从首他们村庄的巫女，本来这个巫女就是代代相传，专门对抗未来会出现祸害人类之虫的战士，但因为早年间男主的妈妈任性，非要寻找世界最强的人来锻炼自己而离开了村子。后来男主的妈妈跟同事很强的剑豪男主的亲爸相爱相杀，最后2个人生下了男主。但男主的妈妈生了男主以后没多久就病逝了，但神力也传给了男主的身上，所以从首的众人请求男主完成自己的使命，杀了从凤行的奈阿公主，解决掉长世之从，拯救世人。男主起初是不乐意杀奈阿公主的，但因为男主偶然间杀了曾经吃了无涯妹妹的大虫子，算是为了无涯的妹妹报了仇，所以从首的众人都认为男主心地善良，所以乐意等男主回心转意，没有为难男主。而另一边，长世之从拐走了奈阿公主之后，一直盘算着如何建立让奈阿公主幸福活下去的世界，所以他招来了丰臣家的5大将以及自己的嫡系亲信上师、中师、下师，让他们进攻江户，灭了幕府，避免这些人来迫害奈阿公主。而幕府这边在得到了从首这边泄露的情报之后，也正准备去攻打大阪，而中间的故事就打得可热闹了啊！简单总结一下，男主等主角团获得了男主爸爸的特训，能力变得很强，但在对付真田幸村时，男主的爸爸最后气数用尽，跟真田幸村同归于尽了。后来男主等人奇袭过奈阿公主，奈阿公主也为了天下百姓甘愿被男主捅死，结果长世之从的力量不仅没有变弱，反而力量还变更强了。但由于男主犹豫和救助
之下，使得奈阿公主并没有死。长氏之虫因此觉得男主人品不坏，并没有杀了男主，而是及时带着变成普通人的奈阿公主回去进行了抢救。而从手这边发现奈阿公主的死并不能削弱长氏之虫的力量之后，众人开始纷纷质疑老师的目的到底是啥。结果老师直接嘁哧咔嚓把从手的大部分人都给杀了，只有无牙的哥哥的 CP 真白和无牙 CP 蜜月活了下来。原来老师从一开始就是1000年前长氏之虫教的教主，老师早就得到了从神之力，获得了永生，所以他就是长氏之虫嫡系里面的上师，而下师则是从手组织里面的盖古。盖古是因为被虫子毁容了以后，一直想要恢复容貌，最终他被老师说动，成了老师的走狗，获得了从神之力，背叛了同伴，成了下师。而宗师其实是男主的女同事火波的亲爷爷，因为亲爷爷在2年前旅行的时候从山上摔了下来，命不久矣，是老师遇到爷爷以后，给了爷爷他永生不死的力量，所以爷爷也成了长氏之虫的仆从。然后老师在说出这些真相，并戳瞎了无牙哥哥的眼睛之后，就回到了长氏之虫的身边了。但是此时老师其实很厌烦长氏之虫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奈阿公主，所以老师设了一计，假装说自己之前没有照顾好奈阿公主，需要反省，让长氏之虫把他自己关在茧里以作惩戒。但实际上老师通过茧拿到了长氏之虫的大部分的力量，并突然造反。老师将长氏之虫打趴困住，甚至还要杀了奈阿公主，然后带领从人统治世界。好在男主和其他的主角及时杀到，救下了奈阿公主。而丰臣家的5大将因为有的效忠于信仰，有的效忠于奈阿公主，有的效忠于不死力量的给予者，所以男主他们杀到以后，从人势力内部就发生了内斗。但最终5大将全部阵亡，男主的同事春菊战死，下师死于双目失明的无牙他哥之手，宗师死于他孙女火波之手，而长氏之虫则把自己的力量借给了无牙他哥和男主，让男主他们对抗老师。在大决战之前，男主心心念念的 CP 阿春、男主的女同事火波以及变成普通人的奈阿公主都向男主送来了秋波。男主很客气的说，等这一场战斗结束以后，大家一起去看日出总之最后男主和无牙等人跟老师展开了大决战，而老师能力最后暴走，试图创造更多怪物毁灭世界。原来老师一直认为让世人幸福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新创造一批人类，而男主克服了各种障碍，加之祖传的力量，同时还有无牙和长氏之虫借助的力量，最终男主劈死了老师，结束了纷争。而长氏之虫恢复了力量以后，发现男主是真心能给予奈阿公主幸福的人以后，长氏之虫选择放手，最终回归天界，不再给世界带来麻烦。于是时间到了7年后，动画里的那个面具男最后成为了第9代德川家的大将军。男主娶了奈阿公主、火波以及村里开饭店的阿春，每个人都给男主生了3个孩子，分别以147258369命了名字。男主的老上司来串门问谁是大老婆的时候，3个老婆异口同声都说自己是老大。而男主此时却根本不在日本，他早就跑到了欧洲，继续行侠正义，消灭别的地方的大虫子去了。而无牙和他的哥哥后来开了个铁匠铺，蜜月也不再穿的那么骚了，回归本性，跟无牙你侬我侬。于是哥哥弟弟嫂子弟媳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以上就是从凤行原作大致完结的剧情，各位觉得这个剧情怎么样呢？赶紧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吧。你还想知道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本期视频点赞过2万，我就2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